大家好，我是 Nancy，一位生活在加州硅谷的房地产经纪人。许多在圣荷西或湾区其他城市的新手房东会询问关于租金涨幅、驱逐流程、押金规定以及房东入屋权限等问题。事实上，房东在湾区出租物业时必须遵守多项地方法规与加州州法，而这些规定将直接影响房东的法律风险、租客关系以及可能面临的罚款。在这期影片中，我会以结构化的方式带你完整了解房东必须知道的一些重点法规。首先，在选择租客的时候，房东同时必须遵守公平住房法 （Fair Housing Laws）。加州与联邦法律禁止房东基于种族、性别、宗教、国籍、家庭状况或残障等受保护类别进行歧视。房东不得因这些因素拒绝出租、提供不同的租赁条件或以任何方式排斥租客。此外，房东必须确保物业符合可居住性要求 （habitability requirements）。加州法律规定，出租单位必须具备安全与卫生的居住条件，例如可使用的电力、干净的自来水、正常运作的供暖系统、良好的排水结构以及无健康危害的环境。一旦租客提出维修需求，房东必须及时处理，否则可能因违反可居住性要求而面对法律诉讼。房东也需要遵守关于烟雾侦测器与一氧化碳侦测器 （smoke code detectors） 的法规。在所有卧室、走廊与公共区域都必须安装烟雾警报器，并在卧室外或每一层楼安装一氧化碳侦测器。这些设备必须保持随时可用，并由房东按期测试。加州还要求房东向租客提供霉菌告知 （mold information disclosure），其中包含霉菌风险与预防说明。若发现过量霉菌，房东必须按照加州卫生规范进行检查与修复。在出租单位中，房东还必须向租客提供臭虫告知 （bed bugs disclosure），明确说明房东对过往是否存在臭虫问题没有已知记录，并说明防治臭虫的责任由双方共同承担。若出租单位装有水分表，房东必须提供水表分户告知 （water submetering disclosure），清楚说明水费如何按使用量计费，以及租客具备哪些权利。若房屋建于1978年以前，房东必须按照 Proposition 65的规定提供铅暴露风险警告 Prop 65 Warning， 并使用法律规定的警示文字。对于老旧公寓与多单元建筑，房东还可能需要进行消防安全升级 Fire Safety Upgrades， 例如确保物业具备合法的逃生通道、灭火器配置以及必要的消防系统。部分升级，例如安装消防喷淋系统，可能涉及高额费用，但属于强制性要求。签署合约时，房东同时也需要遵守加州的押金管理规定 （Security Deposits）。加州法律规定，无家具出租单位的押金不得超过2个月租金，而有家具的单位最高可收取3个月租金。房东需要将押金存放在独立账户中，并按某些城市规定看是否需要向租客支付利息。当租客搬离后，房东必须在21天内提供扣款明细并退回剩余押金，否则可能因违反规定而面临罚款或赔偿责任。在租约方面，房东必须理解固定租期到期后的租约转换机制。固定租约到期后会自动转为月租关系 （month to month）， 除非房东与租客双方另行签订新的固定期限租约。若租金涨幅低于10%，房东必须提前至少60天通知租客。房东必须了解租金管制 （rent control）。许多出租房产受到城市租金管制条例的约束。例如，根据 CPI 公式，圣荷西在2023年允许的租金涨幅为5.3%。若房东要提高租金，必须至少提前90天提供书面通知。此外，在紧急状态期间，例如疫情期间，部分城市可能会实施租金冻结措施。当房东与租客产生纠纷，并且需要强制租客搬离时，房东必须清楚正当理由驱逐 （just cause eviction） 的相关规定。圣荷西的 Tenant Protection Ordinance 明确列出哪些情况可作为终止租约的正当理由，包括未支付租金、造成重大损坏或严重违反租约条款等。房东在进行驱逐时，必须严格遵循法律程序，并且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报复性驱逐，否则可能面临法律责任。在进屋检查方面，加州法律允许房东在提前24小时书面通知的情况下进入租屋进行检查、维修或带看。租客不得无理拒绝房东的合法入内，而若持续阻碍合法进入，可能会成为驱逐依据。在疫情期间，许多城市还实施了临时性的 COVID-19 租客保护政策，
例如，圣荷西在2023年前仍禁止因疫情相关原因对低收入租客执行特定类型的驱逐，并要求房东根据法规提供还款计划。整体而言，在湾区当房东是一份需要法律知识与持续管理的工作，远不只是收租那么简单。了解这些法规能够有效降低风险，并帮助房东与租客建立良好与稳定的租赁关系。如果你希望确认你的出租物业是否完全合法合规，或想获得一份详细的房东自检表，欢迎联系我索取房东 PDF checklist。我是 Nancy， 已经协助超过200个湾区家庭完成房屋买卖与资产规划。我们下期见。